曾几何时，一线城市的老破小曾是很多购房者梦寐以求的目标，被视为一种财富密码。可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当下老破小却沦为楼市的弃儿，遭遇了近年来最惨烈的一轮滑铁卢。眼下上海、北京的老破小已陷入溃败境地，价格直线回落至2018年水平，部分区域甚至一蹶不振，跌入一字头。对于老破小业主而言，这无疑是噩梦重演。缘何乌云压城，这批小区陷入市场唾弃的深渊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蓝领阶层曾是老破小为翻身致富的良机。不过，如今情况已大为反转，连续遭遇狂风巨浪的暴雨洗礼。上海如今也在经历着老破小投资人噩梦般的煎熬折磨。曾几何时，徐汇、杨浦等内环核心地段的老破小小区，凭借得天独厚的学区资源和地理优势，吸金无数投资人竞折腰。一间几十平的小户型，哪怕再陈旧，也能叫价几百万元，成为投资客和生育家庭的香饽饽。可就在短短2-3年间，这些曾经价值几何的老破小变身了石沉大海的泰坦尼克号，集体腰斩，重挫近100万元。以密云小区为例，1年前同样的老旧小户型还能勉强卖到600多万元，可现在同样的户型转手价却只剩下区400万出头。更有甚者，杨浦部分地段的老破小县已跌至100万元以下的低价地带。在上海浦东新区，情况也是一盘冷棋。有投资人曾在2021年以600万元的高价购入周浦镇一处90平老破小，眼下同一小区出售仅需350万元。北京的风景更加凄凉。海淀区素有房价疯魔之称，但是如今蜂鸟家园小区一套仅44平米的老旧公房，价格已从最高点的近1000万元缩水至500至600万元区间水平。朝阳区的东风北桥老破小农丰里小区也是如出一辙，半年时间内就直线滑落100多万元。显而易见，一线老破小无一幸免，整体遭受重创。不过，对于投资客和购房族来说，这些价格下行或许是介入的良机。供应过剩是蝎子，高利率是投石，学区房泡沫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供给过剩导致踩踏和价格内卷，始终是重灾区老破小遭殃的主因。仅以上海为例，依据链家最新统计数据，2024年4月份全市二手房挂牌量更是突破16.9万套，环比3月增长近5000套，再创历史新高。上海每月近2万套的成交量固然是楼市的常态，但是相比巨量的挂牌房源库存，依旧很显绰绰有余。这也就不难解释，为何老破小越来越遭到看跌甚至唾弃。当供过于求时，市场无情法则自然体现。二手房存量如同泄洪般迅速在增长，也给老破小的出手者施加了巨大压力。他们往往是绝大多数经济适用房的底层阶级，成为了高库存房源中唾手可得、最先打折的对象。不得不承认，老破小不过是市场中最无辜和最大的牺牲品。但丰产粮食难道不是人们期盼的憧憬？要赖就只能怪当年的发展者对土地开发过于贪婪，不顾及市场承受能力，过度供应，致使今日溢出这等恶果。老破小为何会沦落到时下这般田地？其深层次的缺陷和硬伤也是元凶的罪魁祸首。近年来，在调控政策的不断收紧下，曾一度被看好的学区房优势已不复当年大放异彩。比如，上海早在2019年就已经实施生源培育计划，普通学籍孩子也获准进入直升名校的绿色通道，学区房的金字招牌被生生掐灭。与此同时，随着高考录取制度的变革以及新时代父母对教育的新理念，很多人对投入高昂代价读名校也产生了合理质疑。
反思名校是否真的值得如此重金买单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学区房溢价的合理性岌岌可危，价格炒作、泡沫化自然成为不可避免的风险。因此，一旦老破小的教育资源溢价无法为继，其价格也就无由维系。除此之外，老破小物业管理和居住环境也是长期确确实实的诟病。私家小区环境卫生、停车位置以及隔音、防震等条件堪忧，远不及新房小区配套园林绿化和现代化设施。更有一些老破小小区本身设计就存在户型怪异、格局残次等缺陷，7、8、9结构也阻挡了改善居住体验的可能性。因此，面临新老房源的两极分化，多数不具备教育资源和居住体验优势的老破小，无疑成为了市场资金的弃儿。炒作理性全无，只求唯利是图的投资客，最终被蒙上一双眼睛，否极泰来的梦，唯恐在今朝醒来。拆迁暴富梦醒，投资失利惨淡。拆迁暴富曾是老破小投资客的重要诱惑，也是他们买单的主因。但如今这一梦想已变为一个痴人说梦话般荒诞。在一线城市，随着新房和旧改项目大批量入市，旧有的老破小地皮被清理重建的可能性已渺茫。上海作为领先一线城市之一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启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。随着中心城区的陆续翻新，如今市区内可供拆除重建的老旧小区已所剩无几。以徐汇区为例，在过去20多年间，曾被视为拆迁暴富热土的徐家汇街道已彻底改头换面，老式平房小区为数不多。剩余的少数老旧小区也多处于文保小区或是名校学区房范畴，被区里列为禁止拆迁的重点保护对象。在这种大趋势下，老破小的拆迁红利自然会与日俱减，暴富梦想也随之破灭。曾经那些怀揣捡漏心理的投资人，如今只能含泪看着手中的老破小产品一再贬值。北京情况也是如出一辙，城6区及周边的老旧小区大都已进入了最后的拆迁尾声。东城、西城、朝阳等市中心核心区更是早已大拆一新，老破小基无踪迹。现在拆迁的重心已向城乡结合部及偏远地区转移。这些地区老破小虽有转手空间，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，其实际开发利润空间也十分有限。综合来看，一线城市的老破小拆迁大潮已接近尾声，投资客所寄予的厚望也就无从实现。这也是导致老破小全线溃败、大量业主割肉甩卖的重要原因。在如今利率仍在高位、库存过剩的大环境下，短期内老破小的走势依旧低迷。只有等到利率水平开始下行，供需关系重新趋于平衡，他们才可能会获得喘息的机会，停止加速下跌的颓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相较于新房住宅楼盘，老破小确实存在着太多硬伤缺陷。不论从居住环境、教育资源还是升值空间，都远逊于新房产品。除非是以投资为目标，博取拆迁运气，否则长远来看，老破小已不复往日的炙手可热。总而言之，老破小的黯然失色早已注定，溃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想要从中分一杯羹的投资客，如今只能在市场肆虐的寒风中哀嚎，哪怕囫囵吞枣般降价出手，创伤依旧难以弥补。